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唐韵。北京真的是不平静。四中全会才刚落幕，中共又一次连环动刀，军检换帅，8名副部级的官员被免，中共最高法院副院长突然撤职，军检、司法、立法3线同时动，整个权力的中枢出现了罕见的同步调整。最诡异的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军检长张晋，任期不到2年就被拔掉。新上任的孙秀军背景神秘，这不是单纯的人事调整，更像是一场权力的换防。前资深记者高瑜说的直接，军委里已经出现了真空，军权出现了大问题。张又侠与习近平的角力正在被一股熟悉的力量推动，老人帮回来了。严纯沟点名，如果没有老人帮默许，张又侠动不了习近平的人。蔡霞则警告，当路线威胁到党的生存，元老们一定会出手。就在外界紧盯着这场权力暗战时，习近平又突然出现在北京故宫，没有讲话，没有陪同，没有提四中全会，整场亮相是安静的异常，像是在说我还在这儿，又像是在掩饰真正的危机。10月28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闭幕。会上通过了张生明和何卫东的中共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任免程序。这次会议除了中共军委高层的人事变动之外，会议还一口气通过了多项任免案，公开被免职的有8名，涉及副部级官员，司法监察体系范围是相当的广，层级也是相当的高。这包括前中共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辉，前中共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轩，前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静海，前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郝平，前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景汉朝和中共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夏光。最引人关注的是2个司法顶端的位置出现了换人，前中共最高院副院长贺小荣被免去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及第4巡回法庭庭长职务，王忠明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贺小荣是出生于1963年，今年只有62岁，还没有到退休年龄，中共也没有公布免职的原因。另一位是前中共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张晋被免职。张晋是在2023年3月，也就是中共20大上和前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同时晋升为中共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短短2年多的时间就被免职，显得是很突兀。接替张晋的是孙秀军，关于孙秀军的公开资料很少。根据财新网报道，孙在2021年出任中共军事法院副院长，2023年任驻潍坊部队首长。军事检察院是中共军队内部行使检察权的最高机构，负责查办军内重大违纪和腐败案件。这个部门过去1年已经介入多起高层将领调查案件，包括火箭军装备部武警系统的整肃。如今在中共军委副主席更替、军权重新分配的时刻，调动军检人士，不难看出这次调整背后的意图是要重新整合军中纪检与司法权的指挥链。这并非孤立的动作。从中共人大常委会任免的节奏来看，军检换帅与中共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更替几乎是同时进行，再加上前面8名副部级干部的调整，整体就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脉络。从军队到司法，再到立法监督系统，权力中枢正在对纪律线进行一次全面的重整。中共人大公布的公告里还提到，这次会议不仅通过了多项法律，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换句话说，这场会议的人事变动可能不止于公布的那几项，外界看到的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中共四中全会刚刚落幕的时间节点上，这样的安排与语气都显得异常敏感，整个局面看起来就像是中共四中全会权斗的延续篇。而这种延续的信号也被观察人士迅速地捕捉到了。
朋友们，接下来是工商时间。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在旅行途中，因为天气干燥，手指出现了不少肉刺，拔掉后都在流血。一般呢，这需要好几天才能恢复。而她吃了2支红海参凝胶之后，2天就好转了。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的，配方是90%的深海野生红海参，再加上10%的韩国红参，再加上纯天然的蓝莓原液，透过专利发酵做成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清爽不腥，还带有一点果香。红海参本身就含有18种氨基酸、天然胶原，还有活性钙，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非常适合长辈、成长期的孩子、加班族等。而且一盒有30支，带着走是非常方便。早上空腹或者是运动后，随手拆开就能吃，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就更特别。建议大家趁我们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呀，就要等很久。我的朋友他怕断货，干脆一次就囤了10盒。欢迎大家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并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师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是2盒起卖，4盒包邮。购买满70美元，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好，我们回到正题。前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就在 X 上发帖指出，从中共4中全会的递补人数与人员背景来看，军委委员一个都没有补充，只是决定增补张生民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却没有按照惯例让他同时进入政治局。他说自己原本预料这次全会会补入新的政治局委员与军委委员，但结果呢几乎是完全落空。高瑜强调说，如今政治局只剩张又侠一人，这样的安排打破了中共长期以来政治局中军人占2席的惯例。他还特别指出，虽然中共4中全会后政治局成员变成了23人，表面上修复了20大的偶数格局问题，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军权的失衡与空缺。高瑜说，就以上3点，谁都看得出军队中出了大问题。他认为军权内部已经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导致军队系统遭到重创。除了空军5大战区、陆海火箭3大军种的司令与政委几乎是全部被查。事实上，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他亲自晋升的上将几乎成了高危群体，被抓的比例平均高达70%。有网友整理了习近平上台以来晋升的上将人数和被抓的人数，其中2017年晋升了6人，落马了3人，被抓比例是50%；2019年晋升17人，落马11人，被抓比例65%；2020年晋升5人，落马3人，被抓比例60%；2021年晋升9人，落马6人，被抓比例是66.6%；2022年晋升12人，落马11人，被抓比例高达91.6%；2023年晋升7人，落马6人，被抓比例是85.7%。到了2024年，晋升3人，3人是全数落马，被抓比例高达100%。这样的数字不仅揭示了军中腐败的普遍性，也反映出中共军中权斗的剧烈程度。从这一连串的信号来看，习近平与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你死我活的角力，而在这场博弈的背后，中共的老人帮的影子再次浮现。资深出版人严纯沟在脸书上贴文说，张又侠之所以能撼动习近平的亲信，并非他个人权力多大，而是因为有幕后的政治老人集体在仲裁。严纯沟认为，老人帮是中共体制的一部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江泽民到如今的朱镕基、曾庆红、汪洋、温家宝，历代领导人退休后都会以某种形式垂帘听政，他们握有党的档案、人事资料与决策通道。当现任领导人出现重大路线分歧或权力危机时，老人帮就会出面仲裁，以维护整体的稳定。严纯沟说得很直接，如果没有老人帮的默许，张又侠不可能动得了习近平的人。他甚至认为，这次4中全会对火箭军、31军等系统的清洗，就是老人帮取得共识之后的结果。
严纯沟所说的老人帮，是指中共历届退休的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老领导，比如朱镕基、温家宝、汪洋等人，他们都是一些见惯政治风浪的老人。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芳菲时间中谈起了习近平可能的结局时，也肯定了中共老人帮的存在。蔡霞认为，即便有老人帮压阵，习近平与中共的斗争也不可避免。因为中共的政治传统是党大于人，习近平虽然集权，但一旦其路线威胁到党的生存，元老们一定会出手。他预测未来的变局将由3股力量共同推动：一是老人帮在体制内形成的压力，二是军队在张又侠带领下的恐怖平衡，三是社会以国际局势的外部倒逼。在这3股合力的作用下，习近平会被迫退场，但形势可能是体面的，而不是恶斗。如果这一步走得顺利的话，习退位可保中共稳定；一旦失控，就会造成中共政权的动荡。不过，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提出了习近平下台的另外3个剧本。一，最有可能的是健康崩溃。石板明夫认为，习的亚健康状态最容易导致他的垮台。习近平近年多次露面状态低迷，开会时桌上摆着一杯水和一杯中药，并且近来还数周不露面，疑似是在做手术。第二种下台的可能是被暗害。他说，随着军中清洗的不断扩大，对习近平不满的势力可能增多，尤其是苗华派和火箭军被整肃后留下的怨气，暗杀的可能性虽小，但不能忽略。三是民变与内部倒戈。石板明夫认为，中国经济滑坡，社会压力飙升，白纸运动只是前奏，若出现罗马尼亚式的连锁抗争，党内反习势力可能趁势倒戈。石板明夫说，习现在看似稳定，但实际上每一个剧本都已经在时间表上启动，只是早晚的问题。他预测这些内外矛盾可能会在2027年中共21大前后集中爆发。就在这一连串权斗的传闻与人事震荡之后，习近平终于在镜头前出现了。中共4中全会结束后3天，10月27号，他前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了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的展览，这是他在4中全会后的首次公开亮相。新华社的报道没有附上照片，而央视不到2分钟的视频中，多数时间都没有习近平的画面，偶尔看到蔡奇和李书磊在习近平身后，表情严肃，其他陪同的人很少，而且躲得远远的。仅提到习近平说要保护故宫和文物，只字未提4中全会，也没有出现一些官员聆听习近平训话的镜头。整个场面好像是为了亮相而亮相，又或是只是到故宫散散心，而不是一次真正有意义的工作行程。因为按常规，如果这算是习对北京的一次考察视察，那么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应该陪同，但是他也没有现身。专栏作家钟原在大剧园撰文指出，这样的画面其实并不寻常。中共4中全会刚刚结束，习近平没有召开总结会，也没有发表讲话，反而选择到故宫参观展览。这样的亮相，不谈政策，不谈会议，反而给人一种刻意营造平静，实际难言紧张的感觉。钟原认为，这或许是习近平在全会之后的一次自我修复行程，用轻描淡写的公共活动来对外释放一切如常的信号。钟原强调，中共4中全会结束后，包括李强、赵乐际、王沪宁等中共常委虽然照例主持会议表态支持，但是措辞是明显收敛，几乎没人再使用对习近平绝对忠诚的语言。而军报从去年开始就很少使用听习主席指挥，让习主席放心这种表忠的语句了。有网友就评论说，感觉故宫博物院院长职位有空缺的样子，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他准备去博物院任职吗？这些画面显示，中共权力的最顶端似乎正在上演一场看起来平静的剧烈角力。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